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晚讲堂。我们这个百合花的话，已经谢了3周了，现在可以挖百合了。2个原因，一个，我们现在这个百合花谢了以后，它开始结籽了，我们不希望它打籽，把它养分转移之前能够收获上来。第二个的话，我们也需要地去栽这个甘蓝之类耐寒的蔬菜。那我们就开始挖挖看。大家来看这里，这个百合杆子很粗，我们知道它下边的百合一定不差，所以要小心，就是用铁锹从旁边去仔细的挖开看。哇，果然不负众望，这是一个大百合，2个，不错。我们先放在旁边，然后这个一会来清理。看，2根杆子。下边就有2个大百合，够大。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，又是一个大百合。这个的尺寸的话，有拳头那么大，直径大概8厘米左右，蛮不错的了，蛮不错的。好，我们再挖一个，然后给大家解答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。这个也一定不差。这个看来今天的收获不错，我们挖了几个都是蛮不错的。那好，现在这个解答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。刚才大家知道了百合什么时候挖？秋天挖，一定要在下霜之前把它挖掉。那种的时间什么时候种呢？什么品种最好呢？那我一一给大家解答。那大家知道，百合它的名字之所以叫百合，是因为它这个肉质的鳞片，几十片、上百片合成一个球。我把它拿下来给大家看看。因此得名叫百合，这是它的名字的来源。因此的话，我们判断它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百合，不是靠英语这个名字 Lily。英语这个 Lily 这个俗名不能判断它就是百合，因为这个 Lily 的话包括很多类似百合的这个品种，但是呢，有相当一部分它根本就不是百合。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这个实物的球根来判断，凡是有若干肉质的鳞片包裹在一起的，形成一个球的，这才是真正的百合。而真正的百合，不管什么品种，都是能吃的。但是吃的好坏、口味是有差别的。大家都知道，百合的话，滋阴养肺、平川止咳，对这个秋天吃了以后，它平复这个秋燥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用的。那什么百合好吃呢？根据这个规律，你都可以找到好吃的百合品种，就是花越好看的，球根的风味越差；花比较难看的，它的风味相对来说就比较好。另外，选了百合品种以后，我们怎么种，什么时间种，那就涉及到我们挖出来的这个百合的一个情况。蔬菜品种很多品种，我们种一颗种子下去，它通过生长、开花、结籽，可以产生好几千颗种子。那百合的话，属于这个植物当中繁殖力非常低的，它的这个种子是不能用来繁殖的，除非是作为这个品种研究，非需要这样做不可。一个慢，一个发芽力低。那我们用什么繁殖？我们用它这个球根来繁殖。好，有人说了，那你不是要吃掉吗？吃掉你还用什么繁殖？我们吃掉的是什么？我们吃掉的是这个够尺寸的大的，我们把它吃掉。这一个我们要吃掉的是我们上一年种下去的中号种球，它变大了，我们可以吃。我们现在杆上剩下来的有几个？我们看一看，一个中号的，这个就可以种回土里面去。种下去以后，它明年能开花，然后能变成大号种球，就可以吃。那中号种球
它有几个？严格来说只有一个，但它有很多小的，小的话大概有10几个小的。前天挖出来这一桶，我们里面就可以做分拣。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中号种球。我们现在去分拣出来的中号的，就是明年种下去可以开花的，然后到明年秋天可以收获大号种球的。那我们后年用什么种子呢？后年的种子我们是这里小号百合，这我们给它拿出来，现在就埋回土里面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示范怎么种百合。那种百合的话，它涉及到这么3个基本问题。首先一个就是这个肥力问题，因为这个百合的话，它是这么一个胖胖的肉质根，它这个肥嫩，人喜欢，那虫子也喜欢。因此的话，怎么避免被虫子咬，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。那虫子为什么到土里面？土里面有吃的。因此，首先一点，我们就要做到这个土壤要肥而不腻。什么叫肥而不腻呢？有充分的肥力，但是它里面没有这种不分解的有机质，它有机质都是经过充分分解的，就不招虫子。我们这块地的话是去年种豆角的，种了豆角，豆角拉秧以后填满了大量的豆角，然后今年夏天又在里头种玉米，所以填埋的这个豆角杆已经充分的分解。种玉米以后翻地，我们深翻，土层也非常疏松，这就保证了它的基础肥力。那我们施肥的时候，就只施这个干净的土壤活化剂，千万不能往里头施堆肥、施鸡粪之类的。那施了堆肥、施了鸡粪，那带来的问题就是不断有虫子来咬这个肉质根。另外，我为什么不种回去挖的那块地里面？这就是轮作。那第二点就是种植的时间。现在秋天挖出来以后，小号种球马上种回去，因为这么多种球你也没放的，它小，你放的时间长了也会因呼吸作用而衰老。完了就是种植的深度问题，这是我们去年种下去的这个种球，它现在变那么大了，它怎么长呢？它没有往下长，它是往上长。如果我们种的太浅，那它长的东西就露在外边，一个减少了它小号种球的这个生长量，再一个种球会发黄，那就影响它的这个生长。百合的种植深度要偏深，掌握在10厘米左右。大家都注意到了，我保留一个沟，这个沟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保证10公分的种植深度。好，小号种球，我们先这样给它撒进去。这个因为它小，明年也不会开花，密一点没关系，只是让它给我们防御种苗而已，提供后年之用。但是没太大关系，它都能长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把土活回来。除此以外，我们就不再撒任何肥料。当然，因为这个地它整个秋天或春天是空着的，因此我们如果希望利用这个地的话，那可以往里面撒荠菜种子。因为这块地我们曾经撒过这个荠菜，里面有残留的荠菜种子，所以现在我们也不担心。我相信到明年春天，它3月份长出来的首先是荠菜，4月份、5月份百合才会出来。好，那百合种好以后，为了避免小动物来翻它，我们可以往上边盖这个盖网子，就是 bed netting。那剩下来最重要一个问题，中号种球，我们明年4月份才种，
我们怎么保存？好，我们先挑这种干净的沙土，放在大花盆里边。这是底上的沙土，就一层百合，一层沙子就可以了。为什么用沙子？一方面保证适当的湿度，另一方面保证有充分的氧气供应。如果太干，它种球萎缩干瘪不好；太潮，种球会发烂的。因此要沙子，它能协调湿度和这个通气的关系。然后端回去，放在家里面稍微冷凉的地方就可以了，就是18度左右的温度条件下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能放在温度低于0度的地方，低于0度的地方它会冻坏的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把明年的中号种球就有了。那明年中号种球种什么地方？我们可以在这里挖开洞种在里面，也可以另外找一个地方种。今天我们收百合收了很多，那有朋友就关心，这个百合那么多吃不完怎么办？简单，我们给它保存起来，冬天慢慢吃。好，这是过水。过水的话，水一定要开。为什么？过水的目的就是杀死里面的酶，让它能够这个安全的保存。因为酶在里边的话，它会发生反应，让这个东西这个迅速的变质。我们过水以后把酶杀死就没有问题。但是百合的话，它非常的这个嫩，就是过水一定要掌握分寸。你时间过短了，酶没杀死不行；那时间太长，煮化了也好了。第一锅就煮好了，这个我们让它降温以后，拿过来沥水，水沥干了就可以放保鲜袋速冻。好，这样以后我们就可以给它放冰柜冻起来，速冻。所谓速冻的话，就是温度能够达到零下18度以下，让这个百合在半小时之内迅速上冻，就冻起来。